由权威的媒体报道整理总结而成。欧洲简报：欧盟应如何应对美国的补贴？经济学人：欧盟 EU 单一市场今年将迎来30岁生日，关键时刻出现了对欧盟经济模式是否仍在运作的担忧。气候变化、美国保护主义和对华贸易中的地缘政治风险都在威胁欧盟经济稳定方面发挥了作用，但欧盟应该在应对中寻求自身优势，而不是复制保护主义。各国领导人应牢记欧盟以市场为基础的应对气候变化和碳定价的方法，并采取明智的公共支出和投资。政府可以帮助保证绿色技术的成功，提供更好的融资管道，并降低投资可再生能源的风险。包括电网在内的公共基础设施也应升级，并可向低收入家庭提供财政援助，使他们的住房更加环保。欧盟不应设定国内目标，而应建立更深层次的经济联系，并与其他国家合作，努力应对中美两国带来的贸易风险。为更环保的企业提供补贴等激励措施将是一种浪费的做法，其成本可能是碳定价方法的3倍。相比之下，美国对施舍的依赖使得绿色转型的成本更高。欧盟拥有庞大而根深蒂固的绿色产业，电池公司和汽车制造商放弃欧盟这个市场是不合理的。与其设定国内生产目标，欧盟必须保持选择的开放性，并在全球范围内发展更深层次的经济联系。抗议：垃圾不断堆积在巴黎街头发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巴黎的废物收集者正在罢工，街道上到处都是垃圾，因为总统伊曼纽尔·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改革公共服务的动力面临最大的变化。这位法国领导人承诺取消经济福利，例如曾经被认为是国家社会模式堡垒的提前退休年龄。巴黎郊区的废物收集者几周来一直在罢工反对改革，扰乱了学校和交通。垃圾收集者在废物处理设施外设置了纠察线，导致数十辆卡车堵塞。这些卡车本来可以收集每天堆积的数吨垃圾。随着更多的垃圾无人收集，对公众健康存在潜在风险。法国公共部门工会会员警告说，在查理3世国王下周访问巴黎期间，他们不会提供红地毯，但预计非罢工工人将推出红地毯。作为回应，代表负责制造和维护红地毯等物品的国家家具服务公司工作人员的 CGT 工会表示，他们将在君主周日访问法国期间罢工。匈牙利与法国就俄罗斯主导的核电站扩建进行谈判。金融时报：匈牙利政府正在就加强与法国的核合作进行谈判，以取代俄罗斯参与扩建 PAX 发电厂。PAX 位于布达佩斯南部，只有4个苏联时代的反应堆，所有反应堆都经过升级并配备了西方控制系统。俄罗斯国有的 Rosatom 可能不再能够为该工厂的大规模扩张提供资金，因为欧盟不断施加压力，要求针对莫斯科在乌克兰冲突中的作用实施制裁。法国国有的 Framatome 是 Rosatom 在匈牙利的分包商，这是 Rosatom 在欧盟内为数不多的幸存角色之一。据报道，与法国的谈判不太可能意味着匈牙利用其他国家取代该工厂的主要反应堆设计，因为这样做的时间和费用。威尔士卖什么？谁在买？ BBC。 根据官方数据，威尔士在2016年至2022年12月期间向100多个目的地出售了价值1150亿英镑的商品。最大的出口产品属于一组被称为其他运输的商品，其中包括飞机和轮船，在数据期内价值为486亿英镑。威尔士的第2大出口产品是石油产品，价值257亿英镑。大多数石油产品由 Valero 在彭布罗克郡的彭布罗克工厂精炼。威尔士生产950万只羊，2022年的红肉产量接近 7.5 亿英镑。安格尔西和米尔福德港将成为威尔士2个新自由港的所在地。自由港允许货物以更少的繁文缛节运入，然后用这些货物制成的新产品可以在国外销售，而无需支付高昂的出口费用。英国和威尔士政府希望新的自由港将有助于吸引近50亿英镑的投资，并创造2万个就业机会。
在英国脱欧之前，欧盟是威尔士最大的出口市场，占2016年出口的 60%。目前，威尔士出口的最大接受国是美国，其次是爱尔兰共和国和德国。2021年，法国从威尔士出口下降了 32%。威尔士最畅销的产品被归类为其他运输标签，包括轮船、船只、火车和飞机。威尔士位于弗林特郡布劳顿的航空制造基地是占总销售额的飞机销往海外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二有价值的出口产品是石油产品，在彭布罗克郡的瓦莱罗彭布罗克工厂精炼。2022年，威尔士养羊业的价值接近 7.5 亿英镑，但对顶级出口没有重大贡献。尼尔福德港、塔尔伯特港和安格尔西的新自由港有望吸引近50亿英镑的投资，并创造2万个就业机会。加密逃犯 Duke Wang 在黑山被捕。金融时报 Duke Wang 是 Terraform Labs 的联合创始人，也是400亿美元 Terra USD 和 Luna 数位代币加密内爆的幕后黑手，他在黑山被捕。去年的崩盘影响了数十万投资者，导致广泛的欺诈和巨额损失。全被指控在韩国欺诈和违反资本市场法。当当局无法找到他时，随后进行了国际搜捕。他被拘留在波德戈里察机场，证件伪造。Kwon 还被指控安排加密货币欺诈，通过出售一些未在监管机构正确注册的数位资产，导致数十亿美元的损失。Terra USD 是一种稳定币，旨在连接传统市场和加密市场。交易者在交易之间使用现金或价值储存等稳定币。Terra USD 应该通过演算法编码保持一致，因此它不需要硬资产来支援它。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还因加密货币欺诈而对 Kwon 和 Terra 采取法律行动。据称，他们出售了未经许可的数字资产，在2018年4月至2022年5月期间给投资者造成了巨大损失。2021年9月，国际刑警组织对权发出红色通缉令，恳求全球执法机构逮捕 Terraform 联合创始人。自从他失踪后， Kwon 继续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但没有提供他的位置。这一事件增加了全球金融监管机构对稳定币稳定性的担忧，因为加密货币与传统支付系统更加集成。黄瓜沙特人、荷兰人为何擅长耕种？经济学人。荷兰农业以几个世纪以来利用海洋和雨水种植食物而闻名，从伦勃朗和维米尔时代的风车建造到建立城镇大小的温室。加尔文主义的勤奋使荷兰成为一个农业强国，荷兰每年在海外的农业销售额超过1000亿欧元，1080亿美元，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2大出口国。但是，该国的涡轮农业模式正在挑战环境限制，其成功导致氮污染，破坏土壤并污染水稻。2019年，荷兰最高法院的一项法令出人意料地咬住了一厢情愿的法律，指出导致氮产生的每一项活动都需要在其他地方减少氮。住房危机威胁着该国，但新建筑因该规则而停滞不前。而高速公路的日间限速从130公里每小时降至100公里每小时，以期允许其他经济领域保持独立。荷兰政府实施了一项到2030年将氮排放量减半的全面计划，支付240亿欧元、260亿美元收购多达3000个大型排放者，其中大部分是农场。牲畜数量将减少近1/3，该国农产品出口不断增加的时代已经结束。即使在这片拥挤的土地上，挑人胜过牛在政治上也是令人担忧的。收购的前景导致了全国各地的农民抗议活动。上周，一个代表农民的新政党在地方选举中名列前茅，在一个只有244,000人从事农业工作的国家赢得了150万张选票。城市居民出于对农民的怀旧依恋和对劳动当局的不满而支援他。政府能否强制实施氮减排尚不确定。谢谢收看欧洲简报。